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赵今麦哭戏眼泛泪花，破碎感强烈。张凌赫在《爱你》中的颜值在韩网爆火，赵今麦的话终于有人信了。一组赵今麦的最新哭戏路透照释出，赵今麦身穿褐色大衣，散发出一种凄凉的美感。赵今麦的表演让人为之动容，他的眼中泛着泪花，仿佛承载了无尽的悲伤和痛苦。这种破碎感强烈的表演，让人不禁为他的角色感到心疼。他的演技在这组照片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将角色的情感深刻地呈现出来。赵今麦的网文感满满，她的形象和气质与网文中的女主角形象不谋而合。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仿佛是一个从文字中走出来的人物。她的表现力极强，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都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除了演技和形象，赵今麦的双腿修长也是让人瞩目的焦点。她的身姿挺拔，走起路来步伐轻盈，仿佛一位优雅的舞者。这样的身姿和气质，让她的表演更加具有魅力。这组路透照的释出，让人们更加期待赵今麦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她的演技和形象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相信她会在未来的表演中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张凌赫在《爱你》中的颜值在韩网爆火，赵今麦的话终于有人信了。你知道啥叫真帅吗？不是那种网上随便夸夸的帅，而是能让韩国人都服气的那种帅。最近这部《爱你》火了，主角张凌赫饰演的何医生简直帅到让韩国网友都疯狂了。这种级别的颜值轰炸，我可得好好跟你们聊聊。记得我前天刷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热搜，张凌赫韩网爆火。我心想，咱们国内明星能在韩国火，这事儿不简单啊。点进去一看，哇塞！韩国网友对张凌赫的评价简直像在写情书，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鼻子上的痣太性感了，樱桃般的嘴唇让人想咬一口。这哪是在夸人啊，这分明是在表白。张凌赫在《爱你》里饰演的何医生，就是那种小说里才有的完美男主角，家里有钱有势，医学世家啊，妥妥的富二代。自己还是顶级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博士，颜值爆表，身材一流。按理说这种男人早该名花有主了，但剧中他偏偏对普通女孩沈西凡一见钟情。这种高富帅爱上邻家女孩的设定，换我也爱看啊。咱们老实讲，现在的电视剧里，男女主角整天在写字楼、公司办公室、豪宅这些冰冷的地方谈恋爱，看多了是不是觉得没劲？爱你这部剧的拍摄场景特别清新，有樱花树下的偶遇，阳光洒满房间的浪漫对视，爱酒时的温情时刻，这些画面美得像一幅幅油画，不愧是台湾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啊！你可能会问，这部剧到底有啥特别的？除了颜值高，爱你的剧情也特别走心。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的既甜蜜又克制，特别是女主为了出国留学而拒绝男主告白的那一幕，导演用色调变暗和女主攥紧衣角的细节，完美诠释了成年人在爱情和梦想之间的纠结和理智。这部比那些动不动就我爱你我也爱你，然后秒在一起的剧好看多了。张凌赫真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不是科班出身，纯靠颜值被星探看中的。他的长相太特别了，有点像是把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柔美完美结合在一起，既能演霸总也能演暖男，简直是演员界的变色龙。记得赵今麦在度华年宣传时不是说过吗？红豆生南国，培香是男模。这句话可不是客套，是真心实意的赞美。张凌赫的比例简直了，宽肩窄腰大长腿，头小脸小，脖子修长，站在那儿就是一道风景线。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
张凌赫已经出道5年了，演过长恒、谢薇、公子羽，现在又演何医生。但很多粉丝都说这4个角色根本认不出是同一个人演的，这说明啥？说明这小伙子演技进步飞快啊！不像某些只靠脸吃饭的小鲜肉，演啥都是一个样。你知道为啥张凌赫能在韩国火起来吗？因为韩国人对颜值的要求可高了，能让他们都惊艳的帅哥，那是真的帅。韩网上有粉丝说，每次他明朗的笑起来，我都要尖叫，变成海豚音了。你说这话多形象？笑的都变海豚了，这哪是在看剧啊，这是在谈恋爱吧？说实话，我以前看张凌赫的剧，只觉得他帅，但总觉得少点什么。直到看了《爱你》这部剧，我才发现原来他不仅能帅，还能酥。啥叫酥？就是那种能让你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的感觉。尤其是那些他深情看着女主的镜头，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啊！我猜你一定没看过《爱你》里女主醉酒后忍不住亲何医生的那段戏吧？那段戏拍得太真实了。女主徐若涵就像是替观众圆了一个梦，谁不想亲亲张凌赫这么帅的脸蛋呢？哈哈哈！现在的偶像剧，要么是大制作却没有颜值在线的演员，要么是颜值高的演员却没好的剧本。爱你这部剧简直就是完美组合，既有颜值在线的帅哥美女，又有温馨治愈的剧情，还有唯美清新的画面，难怪会火。你有没有发现，这部剧表面上是讲爱情故事，其实骨子里是在推广中医文化。剧中有很多中医知识点的科普，比如艾灸、中药调理等，就像中药一样。这部剧也是温温吞吞、慢火熬制的，看着特别舒服，让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像张凌赫这样既阳刚又带点温柔的男生呢？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生太少了吗？还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种理想中的爱情？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张凌赫的魅力，我觉得是，他不仅仅是帅，而是一种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帅。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帅，而是明明很优秀却让你感觉很亲近的帅。你们看过张凌赫和赵今麦宣传度华年时的造型吗？他穿了一套红色格子衫配黑色西裤，那身材比例简直绝了，宽肩窄腰大长腿，喉结明显，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子金贵的性感味道。这种气质真的很少见，既能让你想到邻家大哥哥的亲切感，又能给人一种距离感和神秘感。说到张凌赫的演技进步，我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奇迹啊！从最早的有点生涩到现在的游刃有余，短短几年时间，他的每部作品都能看到明显的进步。这说明啥？说明人家是真的在努力啊！不像某些只靠流量和营销包装的明星，张凌赫是实打实的在进步。现在网上有个说法挺流行的，张凌赫是目前唯一一个在身高、演技、颜值、人品、学历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男星。你们觉得这话对吗？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也别给人家太大压力，毕竟谁都不是完美的。有粉丝说，只要他不作妖，未来一线应该是妥妥的。我想说，在这个娱乐圈里，不作妖其实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啊。但现在这个圈子太浮躁了，能坚持本心、踏踏实实演戏的人确实不多。希望张凌赫能一直保持初心，不被名利诱惑。我给大家出个小测试，如果让你从张凌赫演过的角色里选一个最喜欢的，你会选谁？长恒、谢薇、公子羽，还是现在的何医生？我猜大多数人会选何医生，因为这个角色最接地气，最有生活感，也最能让人产生代入感。其实《爱你》这部剧最打动我的，
不是那些甜甜的爱情戏，而是男女主角在面对梦想和爱情时的成熟态度。女主为了出国留学而拒绝男主，男主虽然伤心，但还是尊重女主的选择。这种处理方式多么真实啊！现实生活中，爱情和梦想经常是不能兼得的。如果你是爱你的编剧，你会让故事怎么发展呢？是女主放弃留学和男主在一起，还是两人异地恋，或者是男主跟女主一起出国？每种选择背后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这部剧引人思考的地方。张凌赫的颜值到底有多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一个平时只看韩剧，对国产剧不屑一顾的闺蜜，看了《爱你》后，居然变成了张凌赫的粉丝。她说，这颜值在韩国都能排前3了，这评价够高了吧？不过我也要说，虽然张凌赫长得帅，但如果没有好的剧本和导演，他的魅力也发挥不出来。爱你的导演很会用镜头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情感，那些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两人身上的镜头，那些若即若离的目光交换，都拍得特别唯美。这就是好的摄影师出身的导演的优势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张凌赫的发型很重要？不同的发型能让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爱你里的何医生是偏成熟稳重的发型，看起来就像个靠谱的医生。而在其他剧里，他有时候是飘逸的长发，有时候是英气的短发，每种造型都很出彩。对了，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张凌赫的鼻子上有一颗痣，这颗痣简直是点睛之笔啊！没有这颗痣，他可能就是一张标准的帅脸，有了这颗痣，立刻多了一份特别和记忆点。这就像是大自然给他的一个小小的礼物，让他在千万帅哥中脱颖而出。最后，我想问问看过《爱你》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张凌赫和徐若涵的 CP 感如何？我个人觉得挺配的，身高差刚刚好，互动也很自然。不过话说回来，张凌赫这种级别的帅哥，和谁组 CP 好像都挺有感觉的，这就是颜值的力量啊！总之，《爱你》这部剧真的是近期难得的优质偶像剧，既有颜值又有内涵，既有甜蜜又有成长。如果你还没看，强烈推荐你去看看。如果已经看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